界麦兰捕房的一个小巡捕。找陈先生乃新青年。4587和法租界的巡捕房记录对一下。是。一直听到法租界巡捕房这几个字，那么你知道法租界有多少个巡捕房吗？这些巡捕房还在吗？本期为你一一揭晓。电视剧里的法租界，除了活色生香，出现频率最高的恐怕就是巡捕房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法巡治安条例第11条第3款。当时管理上海江湖的就是巡捕，他们是穿梭于地上和地下世界的无间行者。1856年，法国驻上海第2任领事艾唐创立了警察机构，来维持法租界的治安。最初的巡捕房只有3名欧洲人，最高峰时法租界的巡捕达到了4000余人。1861年，法租界第一次扩界，当时正值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仅上海县城内的难民逃到了租界，就连上海周边的难民也纷纷涌入租界。对于租界的管理者们来说，这是危险的信号，但对于商人来说，这恰恰是机遇。一夜之间，上海的地皮水涨船高，眼看着拥有较大地皮的英租界的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法租界的商人则急红了眼，因为法租界实在太小了。于是法租界将目标投向了外滩，以外滩信号塔为原点，它的南面就是法国外滩，又称法大外滩。转角口的这座中国工商银行就是曾经的法国第1代领事馆的遗址。在它的右手边那座方方的建筑就是法国邮船公司大楼。1861年，正是因为法国皇家邮船公司希望在黄浦江畔买一块地，清廷才答应了扩界的要求。这块地的范围大概就是从县城东门到黄浦江的沿岸，史称小东门。这次扩界的结果就是法租界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巡捕房，叫小东门巡捕房。小东门巡捕房的旧址应该就是跟着警察叔叔走的方向。根据地图显示，这个地址现在是黄浦区执法大队。小东门巡捕房随着法租界的不断西拓逐渐落寞，但是这里曾出了一位上海滩鼎鼎有名的青帮大佬，他就是黄金荣。而他也曾是担任法租界督察长的黄金荣。黄金荣作为20名华人巡捕之一，进入了这家工董局内部的巡捕房。解放后，黄金荣写的悔过书里，他将其称为大字明钟大楼。正上方的字明钟和门前的伯罗德铜像是当时工董局的标志。60、70年后，法租界进行了3次扩界后，形成了稳定的格局。工董局拆除后，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新的捕房，它就叫麦兰捕房。工董局前的伯罗德铜像也被移到了这里。大字明钟和伯罗德铜像早已不见踪影，但是麦兰捕房的建筑依然还在。麦兰巡捕房是以前法租界警务处总监麦兰的名字命名的。大楼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3566平方米，坐北朝南。大楼原本的空地前面造了一座仿工董局的建筑，这就是上海公安局黄浦分局。这座建筑展示了完美的对称性，由中处向外处楼层逐渐递减，1至4楼为办公室及牢房，5至6楼为人员的活动及休息场所，7楼以上为生活区域，有20间公寓，还设有2部电梯，设施非常齐全。曾几何时，这座大楼前有一座宽阔的广场，巡捕们在这里接受训练并接受检阅。黄金荣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一路从一个包打听混成了探长。40岁的时候，黄金荣被派到了小东门的巡捕房，在这里他遇见了杜月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3位青帮大佬的故事，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我会把链接贴在下方。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19世纪的下半叶，1873年。法租界在东面已站稳了脚跟，当时有中央巡捕房和小东门巡捕房。然而在西南面，因为它与上海县城比邻，难民人数飞涨，又因为华阳分居的政策，
扩界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1873年，工董局决定要拆一座建筑，然后筑路。然而，这个计划遭到了反对，他们就是四民公所的宁波帮。宁波人的血性和反叛精神丝毫不输于广东人和福建人，四民公所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自然神圣不可侵犯。宁波人在四民公所门口集结抗议，投诉工董局拆公所筑路，后又到法租界负责人住所抗议，结果被打死了1人。愤怒的人群一气之下烧毁了这个负责人的住所，并包围了法租界工董局声讨。法租界出动巡捕、水兵进行镇压。这一天被打死了6人，伤者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四民公所血案。有了第一次血案，难道还有第二次？答案是是的。第二次发生在了20年后的1898年，上海发生鼠疫，工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了流血冲突。当时已经拆了3面围墙，然后30万宁波人掀起了反抗怒潮，法军进行了镇压，这就是第二次四民公所血案。但是最后彻底让工董局死了心，四民公所也让出了一部分地，这就是现在的淮海东路，之前叫宁波路。参与血案的水兵来自一艘停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麦高包路号，工董局竟以该军舰命名上海一条马路，而这条曾经通往英法公墓的路就叫麦高包路路，靠近四民公所。后来它也叫坟山路，现在叫龙门路，正对连卡佛。说工董局急于开发地产的确不假，但这2次冲突的症结在于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与现代文明的冲撞。四民公所2万平米，一片棺柩和坟场，令人侧目，尤其是夏季散发阵阵恶臭。19世纪的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上海经历了多次鼠疫和霍乱，不仅是外侨，本地人很多也是死于非命。上海当时没有现代卫生意识，中国人占据的老城乡臭气熏天。在芥川龙之介的节目中，他对有人往豫园池塘里小便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而那已经是1921年了。所以那些梦想穿越古代的人，你们觉得能活几天？而与老城区一河之隔的租界早就干净整洁的和当时的欧洲同步了。讽刺的是，2次血案没动了四民公所的根基，而四民公所就这样消失在上海的历史中。它是不是还为我们留下了点什么？我们下次换个地方来聊。与四民公所的2次流血冲突让工董局上了心，他们在四民公所的附近新建了一个巡捕房。这家巡捕房因为法租界的扩界，人口和商业的不断繁荣，已经不能满足当地的治安需求。于是在1887年他搬到了这里，然后一直在这里。巡捕房的建筑楼群分为东西2侧，西侧为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形式，而东侧的建筑形式则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2条马路的交汇处，就是这座巡捕房的正身。转角处做直角布局，外立面为5段构图，房屋的顶上各3个角有古城堡。如果想要好好欣赏整栋建筑，建议还是冬天来，因为现在是梧桐掩映的时节，建筑的很多部分被遮住了。这里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霞飞路巡捕房。与其他同时代的建筑相比，这栋建筑保存得相对完整，可能由于解放后它仍作为公安局和学校使用，所以才能幸免于难。巡捕房东侧为法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具有典型的殖民地外廊式风格，对称的立面配上青砖红瓦，还有每一层楼都有的列柱走廊。最经典的就是整栋建筑的布局呈 H 形，也正是因为这个 H， 所以成为了全球第5家爱马仕之家。透过一排排清澈的大面积玻璃窗，可以看到梧桐掩映的霞飞路，这是何等的浪漫！法租界一路向西的高歌猛进，甚至让巡捕房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越界筑路的速度。
卢家湾巡捕房和顾家宅巡捕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在当时他们都属于界外筑路区域。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当时的法租界，而对面则是华界，当时这里隔着一条臭水帮。20世纪初，法租界扩界至此，从这里一直到徐家汇都属于法租界第3次扩界的范围之内。你发现没有，前面那个 S 型的弯道，这就是当年河浜的转弯处。在河浜的转弯处，也就是人行天桥的下方，正是卢湾的发源地，原名卢家湾。街角处这栋高楼的前身是一座水塔，这里正是法租界的水电厂。水塔的附近应该还有一座巡捕房，叫卢家湾巡捕房。作为上海第一家界外巡捕房，从1900年到1910年，卢家湾巡捕房的巡捕们人数翻了一番，因此公董局决定将卢家湾巡捕房搬到这里。之后，这里便成为了法租界司法体系的最高象征。法租界会审公廨就是在法租界内中外联合判案的场所。法租界的会审公廨虽然与英美租界的会审公廨略有不同，但是他们都为上海建立新的法治秩序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也是上海与国际社会同步的必要条件。清朝末年，中国的司法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全因为一张报纸而震惊朝野。下次如果我们有机会来介绍上海新闻业的话，我们一定要来谈谈这起案件。会审公廨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外廊式建筑，一共3层，在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中属于面积较大的。它有漂亮的旋转石梯、清水外墙、拱形窗洞和坡顶。这里也曾经是远东第1大法庭。在会审公所的西面，就是稍晚建成的中央巡捕房了。它也曾被称为是上海滩最大的拘留所。这座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中间的拱券门承载着多少历史回忆。1920年代开始，这扇大门里进进出出了无数的风云人物，比如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曾被黄金荣亲手抓捕并送到这里2次。比如连爱因斯坦都呼吁释放的七君子也被关押在这里。还有从这扇门进进出出的3位华人高级长官，当中这位叫陈子清，他就是当年闯入中共1大会议的便衣警察。你们大家都在开会呢，是吧？正好。作为黄金荣手下的一名得力猛将，他既抓捕过共产党，但是他也放过了不少共产党。陈子清这次误闯到底是报信还是为了抓捕，这留下了许多迷思。讲到这，首先感谢你的耐心观赏，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出现了2个中央巡捕房？是的，随着法租界不断的西进，中央2个字也在往西移动。原来公董局里的中央巡捕房被后来的麦兰巡捕房而代替，而中央巡捕房从此就落在了这里。与思南路交接的建国中路，曾经它叫薛华利路，它是一条为司法而诞生的马路。薛华利本来是徐家汇天主堂的一名神父，后来他创办了佘山天文台。公董局为了纪念他，所以将此路命名为薛华利路。这片后来成为了法租界中心的区域，在原来也是坟地和荒地，甚至它还是射击场。因为在它的北面靠近霞飞路的地方就是法国兵营。这座兵营在法军撤离后被改造成了复兴公园，又称法国公园，现在它是潮人的圣地。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不会知道，就在这里有一个巡捕房叫顾家宅巡捕房，而就是在这里引进了第一批安南巡捕，安南就是越南。在建立完了司法核心区和引进了更多的外援越南巡捕后，法租界更有信心一路扩张了。第3次扩张就到了这里，徐家汇。一个完整的法租界就这样形成了。同时通过巡捕房的撤销、合并、新建，法租界的6大巡捕房格局也形成了。
其中福西路巡捕房和贝当路巡捕房作为守护法租界新区西南边界的巡捕房，引入了大量的越南籍巡捕，而这就是以黄治黄政策。宝庆路1号原来为福西巡捕房和福西巡捕房家属楼，现在只剩这孤零零的一座。从常熟路地铁口出来，淮海大楼的对面就是它了，现在它正在维护中。我想大家应该越来越明白这些老建筑留给我们的回忆和价值。到了这里是第6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要看的巡捕房，坐落在衡山公园的贝当巡捕房。衡山路旧时称贝当路，这是全中国都喜欢的恒富风貌区。作为法租界的新区，这里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来建造漂亮的洋房还有花园。而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这里也是法国的门户，所以贝当巡捕房自然承担着守护边境的职责。